假如俄罗斯再次倒下了会怎样？老美会再次称霸全球吗？昔日能和美国与之抗衡的苏联震慑住了整个欧洲，最后不也是说倒就倒了？结果世界秩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就能挑战美国的霸权了吗？神秘无处不在。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一起揭开俄罗斯倒下与否会怎样的面纱。如果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死都不愿意接纳横跨亚欧两大陆的俄罗斯，如今的俄罗斯也不会在普京的带领下成为反美斗士的领头羊。不过这颗眼中钉被除掉，美国也过不上高枕无忧的好日子，只是会在全球拿着所谓的霸权主义更加的猖狂横行罢了。那么世界又会迎来什么变化？首先，俄罗斯手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核弹。要是美国老路新走，靠内部分裂让俄联邦解体，让核武器无用武之地，成员国也如愿以偿的独立，世界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顶多是让俄罗斯失去17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变成没有成员国拥护的孤家寡人，综合实力被削弱，抱着一堆烧钱的核武器欲哭无泪。另外，俄罗斯不是苏联，一旦被老美找到机会，世界强国的行列可就没有它的位置了。俄罗斯一旦倒下了，对我们有利还是对老美有利呢？首先，中俄美稳定的三角关系就不存在了。要不是由俄罗斯分散火力，现在吃大亏的就是咱们了。倘若俄罗斯倒下了，老美就要联合日本、韩国，集中火力在东亚大国身上了。虽说军事和经济合作是分开的，但其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现在不上不下的状态，于我们而言是有利的。千万别拿苏联没了，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机会做对比，1对1、2对2，哪个更好？显而易见，降低美国在西方的影响力，削弱美国霸权，对谁都好。从老美的角度来讲，俄罗斯倒下与否都不会影响他的霸权，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合理与否，变着法儿都要拿到。只是俄罗斯倒下了，他的压力就会小一点，获利的机会就会更多了。这感觉不就是东亚的日本、韩国，中东的以色列吗？毕竟霸权就是为老美而生的，明明能直接抢，偏偏还要走个流程。在全球布局，在内部分裂的俄罗斯，一部分继续做反美斗士，剩下的屁颠屁颠的做起了小弟，变相拿到欧洲的控制权，壮大自身的力量。其实美国本就是一盘散沙，但巧取豪夺的态度还是很一致的。不过俄罗斯会不会沦为第三世界国家，还说不定呢。如果俄罗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世界将会怎样？倘若美国称霸的方式就是简单加粗暴的发动战争，那么俄罗斯就是复杂且野蛮。如今的俄罗斯能拥有如此多的国土面积，都是不断的侵略扩张获取的，和老美相比不相上下，只是经济的发展跟不上野心而已。美国如今内部的政治可能比俄罗斯还要脆弱，起初只是想要拖垮俄罗斯，没想到被反噬。一旦美利坚合众国的哪些州想要独立，给了俄罗斯反超的机会，那么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的俄罗斯依旧会维持着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同时给从苏联时期解体出来的国家一些好果子吃，让美国的日本、韩国、以色列等一众小弟重新站位，预防美国东山再起，抢走超级强国之位。俄罗斯暂时不会和我们撕破脸皮，而是借我们之手压制多强。虽然世界格局有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地球不毁灭，谁做世界第一也改变不了我们。只要对待任何事情都保持强有力的态度，不让所谓的世界超级强国把我们当软柿子捏。就算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合作不过只是利益使然罢了。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关注神秘科普院，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